是我们来介绍我们这一次露营10大爱用的第2集。就是这1年多下来，第2年下来，我们目前都觉得都不会到代换掉的东西的。对，像这样。还有一些啊，像是我们用了好几个项目，还发现哦，这个东西是我们目前觉得最适合我们的东西。对，但是主要也是我们自己用过的啦，才能去介绍给大家。对，所以有一些可能有更好的，但我们不知道的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荐我们。对，或者是我们可能反正明年就会有别的啦。对，因为这个去看一下去年的影片，哇，跟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好啊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韩国 Kinox 的煮饭神器，不锈钢煮饭神器。它这个是在 IG 上面看到一些小短片，然后它就整个被烧到不行，想说来试试看。它可以看到它这样一打开之后，它会有这个小把手，就是让你假如说在煮饭的时候有些蒸汽不会烫到这样子。因为其他的都没有啊，其他都是你一定要摸着那个盖子才能拿起来。对，它有时候你就是常常会烫到，像我们之前还用卫生纸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对，要不然就要戴手套，很麻烦。好，那里面呢，它就是会有一些加购的部分，像是那种就是炸物的这种篮子。炸物篮，还有蒸架，对，就可以这样放，你就可以去蒸一些简单的东西。它这边做很贴心还有一个挖孔。对啊，让你拿起来。对，它收纳也很方便，就是可以这样2个叠在一起，它就放进去。它这个炸物的这个篮子超棒的，上次用的时候超棒。它可以先炸完之后，好，再拿起来，它就可以这样子沥油。这个真的很棒。对啊，也可以当一个小东西的沥水篮啊，杯子啊，或者是什么碗筷什么的。这个我们非常的大推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煮饭神器的演变史。对，我们大概用过3种，含 Kinox 是第3种。这是第1代，不粘涂层的煮饭神器。这是第2代，是铝的煮饭神器。好，那我们自己是觉得，我自己个人觉得啦，就是第1代的话，它不粘锅涂层，其实是蛮不错用，就是煎东西啊，它底层是不会烤焦，不会焦掉。但是就是它有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你在刷的时候把涂层刷掉的话，其实对身体不健康的，就不太能够再继续使用。就是它这个涂层其实是很容易刮伤的。它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我们已经刮蛮多了。对，它就是通常你用一般夹子都很容易刮到，但这个确实是煮米的话是目前煮过的最好的，它几乎都不太会焦。对，这个其实我蛮喜欢的。就是这个可能以后我们会固定拿来煮白饭啦。好，那我们第2个呢，我们就是买了一个铝的煮饭神器。那铝这个材质本来就是比较轻嘛，还是比较偏向是野营啊、登山的人会比较去使用。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用的可能第1次、第2次，对不对？它就开始有点变形。对，它就是那时候天气刚好很冷，然后我们拿去蒸东西，然后它蒸的蛮久，所以温度比较高。对。然后后来因为天气冷，然后它可能就有点变形，因为它铝的材质可能本身就不是很坚固。而且它导热又太快了，导热太快的缺点就是很容易粘黏，然后要不然就是烧焦里面的底层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用最少次的。对，我觉得以露营来讲的话，可以不用选择这个，但是它当然是里面最轻嘛。对啊，最轻。但就没有必要其实。对，那第3代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不锈钢的，我们自己目前用下来是觉得最适合我们。而且它的体积是可以最大，容量最大。对，这个大小很棒。你煮汤啊 ，OK， 或是炒菜2人份都非常刚好。所以我们蛮推这个的，目前用下来蛮推这个。对，而且它真的也蛮好看的。接下来呢，是我认为非常好用的餐具类型。它这个是不锈钢万用夹子，它还有一个筷夹，对，它还有这个剪刀。自从我们有这3个之后，我们根本没有在用什么刀子啊。它那个剪刀1物2用的功能嘛，就是它可以拆开来，
对，它可以拆开来，它就变成刀子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带一个东西。而且我们现在真的很少用刀子，对不对？几乎没用。对，因为这个蛮好用的地方是它前面有一个锯齿的部分，然后所以它咬肉很好咬，它咬住之后就用另外一边比较利的把它切开来。然后它上次我们用那个剪那个生鸡腿肉，对，也剪得开，也超好剪，对，没什么问题。大家可以建议搭配用这个万用夹，这样子直接拿着剪就好。有做一些像这样子的粉，所以它夹肉其实也算是蛮稳定，而且重点是它很好夹，女生会觉得不用施什么力气，就它手感很顺，手感很顺，就这样夹这样剪，超方便，它也就不用再带刀子，我们是没有再带刀子的。然后煮饭也可以用那个当炒菜夹之类的，对。也蛮好用。那这个快夹超级神奇，用了之后有点回不去。他就连叉子都不想用。真的，我现在有这个时候真的没在用叉子哎。这就等于是筷子啦。对，因为它是快夹嘛，所以其实还蛮多像是我们想要吃一些小点心啊、饼干啊什么，真的就是拿洋芋片哇，不会手都完全不会油掉，这个。很推荐，真的很推荐。或是你有虫子掉到你餐里面的时候，用那个夹起来。对对，这个很好用。对，这3个还不错用的餐具，而且都很便宜。可以去3000所买哦。3000所他们有卖，左边2个东西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个餐具桶，还大家说很像避雷针嘛？对，很像什么避震器？像避震器的餐具桶。对，那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就是，平常露营的时候你没有也不会怎么样啊，但是你有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好像真的桌面的空间就多了一些，这样子，你就不会是有感的，其实算是有感，对，他这之前也是买了之后，我一直在那边说，这有什么必要吗？但还行，就是餐具啊什么的，因为餐具很好洗，对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洗完然后就直接丢里面，然后就是也好看，然后它刚好也有算是蛮简约的。它也有1物2用的功能，就是如果你把整个所有的餐具都拿下来之后，它其实这个是可以把它拔开。对，那它，我觉得它做这样真的很通风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晾看。对，好，那你把它移开之后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当成就是线香台，你可以放在上面让它当线香台，其实蛮可爱的。故意做一个洞，然后它是你可以插那种直立式的线香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小东西就是有的话，就是非常加分啦，就是蛮不错的，而且也很符合我们想要的银色木头色系风格。对，就是一个简约，它又好收纳的一个桶。对。接下来这个东西呢，它是蚊香夹。对，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东西蛮特别的，它就是像你看它这边螺丝把它松开，还让那个蚊香把它卡进去之后再拴紧，所以它一次可以卡2个，一次可以卡2个。那我觉得它非常方便的是，因为通常比较传统的这种蚊香台啊，它可能是平面的在地板上，那我们其实露营的时候走来走去，其实蛮容易每次都踩到啊，或者是让它洗掉了，因为可能地板潮湿。那它现在这样的话，它就是把蚊香2个挂着之后，我们可以再搭配这个滴环，把它扣上去，就可以挂在任何你想要挂的地方。就可以挂在你看，像我们桌子啊，或者是什么架子，不是都会有一些圈圈，你就让它挂着。那它在那个桌子的旁边，就是不会弄到地板上，你也不会占你的空间。还有我觉得蛮适合的，因为它很小，因为一般蚊香那种桶或是箱子那种都蛮大一个。对。而且它挂着的其实造型是蛮好看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在日本亚马逊买的，它其实也有出一个铁盘子，就是它其中的一头，你可以自己锁在盘子上面，就等于是也可以是平放在桌面上或是地上的蚊香盘这样子。然后它那个盘子也是银色，也蛮好看的。哦，而且这个还有个好处，它不用太在清洁下面清洁那些的，因为它就飘走了。它就是很简约，但记得要买对环境没伤害的蚊香。哦，对，没错，这很重要。对。接下来是制冰机，我觉得这个品项也是，就是夏天如果你有用过，你有拥有过，你就回不去的东西。对。就是一个无限冰块，因为我们去年我们都是用冰桶嘛，那就是装的冰块的数量是有一定的。对，那由于就是我们就是非常的使用大量的冰块啊，各种冰块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制冰机的话，真的
超级方便。就是如果你是用冰桶的话，你在用冰块上面就会稍微自己会有点限制自己的使用量。对。那如果有制冰机的话就无所谓，真的没在怕。你只要有饮水机，然后就是无限冰块富翁。对，真的，而且加上我们用的这台是山水嘛，对，它的外形就比之前好看啊，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做白色，对。这一次它的这个银色，还加上我刚刚自己就是女生拿起来啊，它其实没有很重，它其实对它的大小也算是 OK 哦，我觉得这整个都还蛮适合带去露营。对，因为它这台比之前的还小一点，但是用量的话，我觉得一次也是出9颗冰块，它的速度的话其实也还 OK， 但它不会一次完全的做完600毫升，就是它最下面会留一点水的量，所以你可能大概剩100的时候就要再加水。那操作也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里面加水，然后再放上去，然后盖起来，然后再开机，然后它就开始做了。它自己冰块融化滴下去，然后它又重来，又一直循环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就只要负责加水就好了。对，这个真的是夏天就行。夏天一定要带啊！我现在夏天一定要带。对啊，我们用了真的是回不去啊。对啊，要不然之前就是，哎呀，这杯好像可以加一点点。下杯好像加少一点好，只是它的插头是3孔的，所以大家在转接的。对，如果你户外用的话，尽量还是用3孔的插头比较好，比较安全一点。就这样，山水的制冰机银色款推荐给大家，真的推荐。再来是这个 DBERG 的沥水垫，然后介绍的同时，它又出一个新的沙色，很好看，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个为什么要买这个？是因为一开始我是用 Post General 的那种沥水垫，它沥水垫就是跟一般的一样，就是一格一格一格，它是有一颗一颗一颗那种正方体的感觉。它那种其实我用下来感觉不是很好，因为它你水丢下去，它其实也是水滴在底层，还是看得到。然后我就是看到我就觉得不太舒服。因为它会比较没有办法，不太稳。不太稳，因为比如说你放这个圆形的杯子，然后就是有一点角是落在刚好缺口的地方的话，它会不稳。对，那个是用下来我是还有点没有很喜欢。而且它这个沥水垫，第一个就好看，第二个就是实用。它实用的点就是有分，它第一个是它可以符合那个网子的层架，它刚刚好这个大小是做网子层架，所以你可以放上去当一个桌面。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个沥水功能其实蛮好的，因为你看我现在有一点水，然后我就是用手抹一抹，它就几乎快要看不到了。就是它这很好看的。对啊，就是它是做那个等高线的纹路嘛。你看，它就是其实就是只剩下有点雾面的感觉，就是这一点来说是还不错，然后好看。我觉得沙色也很好看。沙色也很好看。然后它是做雾面的质感，所以不会像那种太缩小油亮的。对，好，这个推荐给大家，而且也没有很贵，这好像才800多，日币换算才800多台币吧。对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也介绍过很多次的 VanEx 的行军床。对，也不一定要 VanEx 啊，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睡软的，所以选 VanEx。然后如果你们喜欢硬一点的话，可以 WAQ。然后现在 VanEx 它也有出1000D 更硬的行军床，上次他没有借我们睡过一次。我躺过，我喜欢偏硬的床，我自己是觉得睡起来完全不会腰酸背痛，很舒服。对，我睡软的也有一个问题是起来腰会有点酸，然后睡硬的是完全没问题。可是躺感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偏软一点。我喜欢硬的，硬派。好，这个就见仁见智。反正主要是推荐行军床这个品项。因为其实录到现在，其实我发现越来越多就是隔壁的人有看到他们都是开始用行军床。对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睡垫很麻烦，睡垫很重啊。而且我们连看到还蛮多家庭，他们也用行军床跟小朋友可能买个加大，还跟爸爸一起睡。对，好像也不错。对，我也推荐就是要买的话就直接买大的，因为大的就是睡起来真的会比较舒服。然后行军床夏天的话就是更适合，因为它可以比较离地高一点，然后就是比较透气，背部比较透气。因为之前睡过那种充气比较厚的床垫，但其实背部夏天还是蛮闷的。
而且你又在包含再放一个帐篷在里面，就更闷。对，但是还是要建议搭配就是蚊帐或者是那种密闭的。前提是你的帐篷是可以有蚊帐或是有一个寝室空间的啦，因为夏天真的太多蚊子了。对，但冬天我们到3月都还是可以直接睡外面嘛。对，就这个月4月开始就开始有点虫有点多，不行了，对。而且它这个真的就是起来就真的不赖床啦，比较不会赖床，比较好起来。对，就是你下床怎样的有什么问题都很方便。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想上厕所直接下去，有时候很冷的时候你连下床都不想下，然后如果你还是睡帐篷里面的话，你还要从地上爬起来，你还要再拉开一个人，对，你可能还要跨过一个人或是2个人，然后你还要再把纱窗拉开来，然后再出去爬出来，哇，对，还要穿鞋子什么之类的，超麻烦。行床就是你就下去穿鞋子就直接走出去了，对啦，就是这样，蛮好的，对啊，就是真的舒服了。舒服很多了，对，好，就是推荐给大家。躺过才知道，大家可以去店里试躺，现在很多店都有试躺的地方。对，再来是这个灯包，因为我的灯是大概那3种品牌都有 ，GZ， 然后 Lenser， 然后还有38，那这3种我都有，所以它没有统一的大小，所以我就不喜欢。东西又散来散去。对，然后还有一堆灯架，我灯架太多。你也知道。对，反正它这个就是很好，你看它这个还可以撑起来，然后这边就是放 Lenser， 然后 GZ。这我在日本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日本买，这是5050 Workshop。然后这边我原本是放38，但是38现在在后面打灯。然后这边就是所有我灯架的台，所有都在这边。就是我关于灯的东西，所有都在这边的。然后这边还有，它上面还有这种，是让你放灯架的东西。因为灯架拆掉会一支一支的，它这边都有做这样一支一支的东西，让你去收纳。它里面还有一个拉链带，然后最上面这边还有可以放电源线的网带这边地方，这个很不错，因为我现在里面应该有10颗灯啊。10颗灯左右，然后应该4个灯架吧，差不多是这样。而且这个真的，一打开就一目了然，对啊，很方便，也不会东西不见，很好找。因为一开始我每个东西都是放它自己原本袋子，然后你要煮的时候就真的很麻烦。你每个东西都有自己袋子的时候就很麻烦，所有东西灯的都放一起。对，这个蛮好，真的很好用，推荐给大家。因为我就很不喜欢黑色的灯组，我们找了好久，找了很久。它其实一开始就有了，只是它之前很缺货，然后之前买的时候刚好突然有货。然后它这个真的很细致，它这个上面的做工就蛮喜欢的。它这边有 logo， 有雷射切割的 logo， 这边还有 logo。它的这个黄铜颜色很漂亮。对啊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logo。这边还有一个 logo， 就是好看啊，然后木头颜色也还不错，也不会到很重，也不是到那种很轻的那种很假的感觉。然后中间还有这个层板，就是你要装不装都可以。就是它架起来就是2只，中间有一个这个，然后这边会再插上去，这样子有一个挂灯的地方。然后就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高度或者喜好，然后就是再去调整。这就是质感好，然后蛮漂亮的东西。好，但是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的说一下，但我比较喜欢53公升，因为它的厚度大小我觉得刚好，然后里面放的东西呢就不会让你还要捞来捞去，就是刚好打开一目了然。大小我觉得比较刚好。然后因为我们车又很小，所以53的比较好收纳。那滑轨也是一定要加的，然后桌板，当然也有很多种桌板，大家可以自己选。然后如果要买的话呢，我是推荐透明的，因为透明太棒了。对，因为透明它还可以当个大灯架。这样真的很棒哎，就是多一个照明的感觉。对，它光又很晕开，很漂亮。
觉得要买的话，就是推荐黑色透明，蛮好看。然后里面再放个灯，就很 OK。灯箱的感觉。